减压过滤是利用抽气装置将滤纸下方的空气部分抽除，造成压力差，使液体在重力及压力差的双重作用下加速过滤，以达到快速分离液体与固体沉淀的目的。这项操作经常使用在收集所欲得到的固体结晶。减压过滤装置包括水流抽气帮浦、缓冲瓶、抽气过滤瓶以及漏斗4个部分。减压过滤一般使用水流抽气帮浦来抽气减压。水流抽气帮浦是应用伯努利效应，当水快速流冲过抽气主管时，空气自垂直方向的侧管抽入，造成侧管的压力降低，达到减压的效果。由于水与水蒸气之间会维持平衡的状态，因此水帮浦的减压效率最大仅能降低到当时室温下水的饱和蒸汽压。例如，当温度为摄氏10度时，真空度约可达到9毫米汞柱。温度越高，水的饱和蒸汽压越大，减压的效果会比较差。水流抽气帮浦在使用时，先将水箱装满水，要注意水是由下方进入，上方流出，切勿反向装置。水箱装满水后，将进水关小，保持循环水的流动，如此可以将抽入水箱的物质排放出去，并且可以冷却马达，降低水温，以免高温影响抽气的真空度。循环水不要开得太大，以避免水来不及排放，造成淹水。水箱的盖子需要盖好，避免马达运转时水花溅出，也避免杂物掉入。一台水流抽气帮浦有2支抽气管，可以提供2组同学同时使用。连接抽气管所使用的橡皮管必须是耐压的厚壁管，不可以使用一般的橡皮管，以免减压抽气时被抽扁而失效。水流抽气帮浦在使用时，应先接上电源，再打开开关。缓冲瓶是一个具有支管的厚壁锥形瓶，它的功用是为了避免抽气过滤时瞬间断电，或者是操作不当忘了泄压就关闭电源，这可能导致水箱的水倒流入压力较小的系统内。可将倒流的水先留置在缓冲瓶中，使水不至于立刻就流到抽滤瓶的滤液中。如果缓冲瓶内有水，会使得缓冲空间变小，因此使用前应先将瓶内的水倒空。使用广用夹固定缓冲瓶，以避免倾倒。再以厚壁的橡皮管连接缓冲瓶的抽气侧管与水流抽气帮浦的抽气管。缓冲瓶瓶口上有一个2方活栓，当活栓的方向垂直桌面时，为泄气式压，系统内压力与大气压相同。当活栓的方向平行桌面时，为关闭气阀，系统是在抽气减压的状态。可以用手指按压住缓冲瓶上所连接的橡皮管口，来测试抽气的效果。抽气过滤瓶是一个具有支管的厚壁锥形瓶。如果待过滤的溶液量小时，抽气过滤瓶也可以改为使用抽气过滤试管。无论是抽气过滤瓶或者是抽气过滤试管，使用时均应该使用广用夹固定，不可用手拿持抽气试管或放在烧杯锥形瓶中，以免倾倒。抽气过滤瓶与缓冲瓶之间以橡皮管连接，操作时沾些水在支管壁上，可以帮助连接。抽气过滤漏斗的选用，一般依溶液的体积大小来决定。若过滤少量的溶液或沉淀物，例如10毫升左右，可以使用容量较小的赫氏漏斗。当大量的溶液或沉淀物要过滤时，则使用各种不同直径规格的布氏漏斗。布氏漏斗与赫氏漏斗
均有一个多孔性的圆形底板。当使用布式漏斗或褐式漏斗时，需要选择一张大小适合、恰可遮住所有洞孔的滤纸。例如，这个布式漏斗的内径为55毫米，因此选用的这张直径为55毫米的滤纸恰好适合。滤纸不可过小，必须将底板上所有的孔洞遮住。滤纸也不可以比圆形底板大，过大的滤纸会凹折向上，造成气密度丧失，容易自皱褶处留下固体渗漏，而导致过滤不完全。如果滤纸过大，可以用剪刀剪裁到适当的大小。还有一种不需要使用滤纸的烧结玻璃过滤器，这种过滤器是以多孔性的玻璃纤维滤片来过滤阻隔固体，并且可以耐烧结到摄氏500度的高温，常用在沉淀物的定量分析，或是在结晶未达到充分润洗效果时，选用这种过滤器。这里以布式漏斗示范减压过滤的操作。首先选用适当大小的橡皮套环，组合布式漏斗和抽气过滤瓶，使两者连接紧密，保持气密状态。漏斗下方长颈部的斜切面尖端要远离抽气侧管，以防止滤液抽入侧管。以少量的溶剂将滤纸润湿，关闭二方活栓，开始抽气减压，使滤纸紧吸在漏斗上。可以用手掌遮盖住漏斗来测试抽气效果，以检验连接器具间的橡皮管、橡皮塞是否结合紧密。确定抽气效果后，将溶液借由玻璃棒的导引导入滤纸的中心位置。如果要收集的是固体结晶，可以将容器内的溶液与固体以玻璃棒混搅均匀后，经旋转摇动容器，使固体与液体形成均匀悬浮液后，快速地倾倒入漏斗中。最后沉积在容器内的少量固体，利用少量冰冷的溶剂淋洗之后，将固体移转到漏斗中。重复这样的淋洗操作2到3次。过滤完成后，可以利用持续抽气的方式，加速吸附在固体表面的溶剂挥发，使固体产物干燥。然后开启二方活栓，泄气释压，将抽气干燥后的固体结晶导致在一张干净的滤纸上，完成分离收集。如果要收集滤液，则应该由抽气过滤瓶的瓶口倒出，不可以经由抽气支管倒出。实验完成后，关闭水流抽气帮浦电源，关闭循环冷却水，将废液回收，器具清洁干净，完成实验。减压过滤操作注意事项：使用水帮浦时，水箱应装满水，并且打开适量循环冷却水。缓冲瓶及抽气过滤瓶应该使用广用夹固定。选用适当大小的抽气过滤漏斗及滤纸，滤纸需恰能将所有的滤板孔洞遮住，不可以过小或过大。抽气过滤漏斗与抽气过滤瓶之间要加装橡皮套环，以保持气密。滤纸需先润湿，抽气减压吸紧后，再将溶液倒入。过滤完成后，要先泄气释压，并且确认另一组同学也已完成实验，再关闭抽气马达的电源，
以避免水箱的水倒流。使用完毕，应关闭循环冷却水。若长时间不使用时，则将水帮浦水箱中的水排空。